空手道泰拳。梁宏杰的攻势，阿不住哎呦！19岁格斗天才横空出世，接连干飞2个老外，他就是河南小将梁宏杰。虽然是一位年轻的00后选手，但他拥有不输成熟选手的凶狠，拳腿组合流畅，腿法犀利，出拳精准，进攻质量极高。从勇士的荣耀青年联赛中一路猛打，取得了34战29胜14 KO 的亮眼战绩。这个战绩对一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搏击选手来说，或许不意味着什么，但对一些在搏击道路上追梦的年轻小将来说，这意味着不平凡。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梁宏杰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吧。2019年7月14日，勇士的荣耀信义战，梁宏杰对阵阿克拉姆，这也是19岁的梁宏杰首次登上勇士的荣耀擂台，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各位带来的是梁宏杰对阵阿克拉姆的比赛，我是评论员王腾霄，和我搭档的是著名的评论员王彦博老师。观众朋友们好呢，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茂名站的第一场开场之战。是啊，今天的比赛有一个特色，这个中亚的选手会比较多，包括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选手会经常出现。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中亚比赛铃声敲响，梁宏杰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上来就压迫性十足，一度将阿克拉姆逼到围绳边，突然一个低扫腿，却不慎击打到对方禁忌部位，好在影响并不大，比赛得以继续进行。规则下的自由搏击擂台上，散打选手现在并不是特别的多，确实是。这个有时候我们经常的在擂台上，比如看到有一位这个传统散打系的这样的选手，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点复古的感觉。没错，因为在我们擂台上，接腿摔虽然允许，但不会进入判定标准，而其他的快摔是完全不允许出现的。是。加上散打选手更擅长的是单击的重击，而在自由搏击规则里要的是更密度高的这种进攻，才能给裁判带来更多的好的印象分。对。其实呢，在整个的我们这个自由搏击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这个风潮。对，其实我们在看一个比赛的话，也能够看到它的一点一点的这种不同的风格的演变。没错，看阿克拉姆穿的这条短裤，让我觉得这个恍如隔世啊！这种散打短裤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擂台上看到。是。两个选手都是在 TUF 的这个 GOH 的首战啊。两人之间的交锋不急不缓，但每一招都蕴含杀意。虽然都是初登荣耀擂台的小将，但对于胜利的渴望让他们格外的谨慎。阿克拉姆一个接腿摔，两人由于重心不稳倒地。比赛依据，但是可以打破对方的节奏啊！后手拳被摇开了。梁宏杰很年轻，19岁，而阿克拉姆也一样啊，他是20岁，两个人都非常年轻。是。散打呢，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其实适应性是很高的。散打是一门对于各种比赛规则适应性都很强的一门武术。对。但是在这个更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更多的选手更多的选择了自由搏击的训练，这样是更适合这样的规则。两个人有头前冲的这个嫌疑，互相撞在了一起。这个作为塔吉克斯坦的这个选手阿克拉姆来说，自己不要主动叫停啊！如果裁判没有选择叫停，而你自己选择不防御，对方是可以进攻的。是，这个时候就看对手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能不能够很合理的利用这个规则的这种小空间。梁宏杰还是比赛擂台经验少啊。这个对方说停，他就真的停了，他就真停了。只要裁判说不停你是完全可以追加进攻的。后手拳。比赛进行到回合尾声，阿克拉姆率先沉不住气，主动朝着梁宏杰发起了猛烈的拳法攻势。早有准备的梁宏杰以更加猛烈的拳法压了回去，一直到回合结束。看一下比赛的慢放，阿克拉姆的拳法还是很有力量，只是在高速对攻的情况下并不擅长。刚才这个接腿摔还是很漂亮。对方做什么动作，你不要主动。这个变现也是出的很果断。是。第二回合，我们刚才有一个话题没有。比赛来到第2回合，梁宏杰的进攻欲望十分强烈，犀利的高扫腿攻势压制的阿克拉姆不断后撤。阿克拉姆面对梁宏杰猛烈的攻势，他也不甘示弱，闷着头发起了一波更猛烈的拳法攻势。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阿克拉姆这一招明显有效，遏制住了梁宏杰的进攻趋势。我倒没有说这个高于低或者是先进怎么样的。看怎么样最适合你的打法，是你的身体状态，
包括甚至是一个运动员他自己的本身的这个性格、气质，可能都要和这个做一个融合。散打就是上下结合，这个单击的数量并不多。对。每一项每一项技法它总会有它的长处，也会有一些短板。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擂台上看自由搏击也好，其实就是让你一个综合运用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所谓的自由搏击并不是一个武术范畴，它倒更像是一个规则范畴的东西。就是有点像这个数学里的应用题，是吧？后手拳，这个中亚的选手对于这个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没有完全虽然赛前是有规则讲解的，但是还是不行，他更多的抓持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发挥了。看，对，这也是一个习惯啊，双腿单腿了，好漂亮。随着比赛的深入，两人之间的交锋逐渐激烈起来。阿克拉姆一记前手摆拳，梁宏杰的面颊被对手擦破，鲜血当时就流了下来，这也彻底激发了梁宏杰的凶性，以更加猛烈的拳法攻势，朝着对手碾压而去。后手顶膝，再次左右摆拳。这个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接腿的带摔了。对，这应该是也能看出来，阿克拉姆确实是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只在勇士荣耀擂台上的大量。经过短暂的处理，比赛继续进行。梁宏杰一记高扫腿上头，阿克拉姆踉跄倒地，裁判对其读秒。阿克拉姆踉跄站起身来，但由于梁宏杰这一脚杀伤力巨大，阿克拉姆又一次倒了下去。裁判见状终止了比赛，梁宏杰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慢放是。踢到后脖颈，这个正好踢到了开关上，这个颈椎一旦受到大量重创以后，会直接阻断信号从大脑传递到身体。对，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梁宏杰用自己的表现诠释了这样一句话。2019年9月7日，勇士的荣耀秦皇岛站，梁宏杰对阵阿布杜瓦里。阿布杜瓦里职业战绩13战10胜3负，拳腿组合流畅，腿法犀利，动作极具观赏性，而且进攻质量极高。相较于梁宏杰来说，两人不仅年龄相仿，经验相似，就连身体条件也相差无几。不同的是，阿布杜瓦里在身高臂展上略占优势，但在经验上不如梁宏杰。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梁宏杰对阵阿布杜瓦里。这个来自中国河南的梁宏杰是19岁，身高171，臂展173。我们看比赛铃声敲响，阿布杜瓦里一上来就先发制人，几记重拳快速出击，打得梁宏杰有些猝不及防。此时在场观众也为这位河南小将捏了一把汗。式的这个重拳连续的进攻，没错。那其实王老师问你一下，您知道阿布杜瓦里和上一场这个我们的外方选手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好嘞，你知道答案直接告诉我。好，这个阿布杜瓦里这个20岁脸上也是洋溢着这个青春的气息啊。对，所以说看起来更年轻一点，更有冲劲儿。你知道刚才我还想说什么？这个咱这个对人家这个容貌是尊重的但是呢，他真的是数据显示是20岁。看起来虽然不像20岁但确实是20岁仔细观察还是20岁。真的这个面容冷峻，容易显得成熟。没错，看这个三个解说员话术必须都得周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梁宏杰上一场是高扫 KO 了对手，那这一场我们看能不能再一记高扫 KO 对手但是刚才其实刚开场的时候，说实话，我还真替梁宏杰捏了一把汗，因为上来之后，阿布杜拉里真是这边这个裁判员话音刚落，是不由分说直接抬手就是几记重拳。没错，这个也是想先发制人。对。现在慢慢的我们感觉，随着比赛的深入，梁宏杰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适应了对方的猛攻打法，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趁对手一个不注意，抓住机会给了对手一记重拳暴击。阿布杜瓦里在踉跄后退中倒地，裁判对其进行读秒。这场比赛梁宏杰要是赢了，就证明你这个预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阿布杜瓦里没给你面子，站起来了。没事，后面还有情况。由于阿布杜瓦里久无法恢复状态，对手教练无奈赶紧抛出白毛巾认输。梁宏杰再一次 KO 对手获胜。选手抓住了这个一个机会，直接你看给了对手一记重击，没错，非常的漂亮。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这位19岁小将敢打敢拼的风格，加上强悍的个人能力，他的前途必然不可限量。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个在擂台上光芒四溢、永不言败的少年，在今后的搏击之路上大放光彩。大家喜不喜欢梁宏杰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面啊，一个击倒，绝对是度秒，标准的。现在还其实又是一秒，再来了，结束了，连续读秒3次。中国悍将一记爆杆重拳催泪，老外当时就疼得蹲在地上，眼泪都掉下来了。他就是催泪大师魏宁辉。经常看格斗比赛的拳迷朋友们，想必对于魏宁辉并不陌生。他是中国羽量级最好的拳手之一，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他，自幼喜欢武术和拳击。12岁时接触自由搏击，16岁时夺得全国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冠军。18岁时开始职业生涯，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拳手交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势大力沉的低扫，摧枯拉朽的重拳，为他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敬。在小级别拳手都追求速度和打击密度的时候，魏宁辉偏偏对重击情有独钟。2016年9月10日，昆仑决福州站，魏宁辉对阵迪克森·克雷格。迪克森·克雷格，欧洲空手道冠军，征战格斗擂台10余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2次摘得苏格兰联赛的冠军头衔。而且他常年在泰国训练，拳腿有力，攻击猛锐。中国选手白利帅就是倒在了他的拳脚之下。面对实力强悍的英国悍将，魏宁辉又该如何应对呢？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帮魏宁辉加油助威吧。我是昆仑决亚伟何鹏。这是2016年昆仑决6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1/4决赛的第一组。蓝方是来自英国的克雷格，红方是来自中国的恐怖小胖魏宁辉。今天这场比赛将决出4强。对，今天他们将持续晋级，直到获得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金腰带。也就是说，今晚的胜者要连打3场。对，这个对一个职业选手的这种体能啊，跟这种意志力是非常。比赛铃声敲响，魏宁辉一改以往侵略如火的打法，而是不紧不慢的试探对手。克雷格显得侵略性十足，不断用扫腿破坏魏宁辉的重心，再辅以刺拳的骚扰，试图打乱魏宁辉的节奏。可魏宁辉表现得十分稳健，一一化解了克雷格的攻势，获得了出线资格。对，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天出现的。克雷格我了解啊，他是习练传统泰拳为主，而且比赛啊也是在泰国的比赛比较多，所以我们看他的战绩要比魏宁辉要多一些。但是魏宁辉的那个昆仑决战绩比他多一点对，魏宁辉这还有标志性的前手这种勾拳呐。我们看到克雷格这个扫腿啊，还是比较有浓重的泰国风味啊。是的。出腿低扫。随着比赛的深入，两人之间的战斗愈加激烈。魏宁辉标志性的左手拳多次命中克雷格的头部，将其身子都打晃了。克雷格也趁机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但魏宁辉防守严密，并没有让他得逞。看克雷格也是想一上来就让自己处在下风啊，逼得还是比较紧。随时保持压迫感。对，魏宁辉从最近半年来说，就是他最近的比赛呢，没有像以前这样上来以后就是猛冲猛打，更成熟一些了。求稳。对。这个后手刚刚扫过脑门啊。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就在克雷格防守头部的时候，魏宁辉突然2个重拳狠狠地命中了克雷格的肋部，打得克雷格不断的后撤。在杀机4伏中，两人一直交手到回合结束。不过这2下克雷格的抗击打也是表现出来真的是不弱，而且刚才那2下位置稍微靠上了一点，如果是靠下一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靠近脾脏的位置。对。克雷格这个反击还是不错，魏宁辉还是要在进攻的时候，头部的空当还是要尽量缩小。而且刚才克雷格还是打法有点立体进攻啊，对，打一下前手，然后后腿再低扫一下。在之前他战胜白利帅的时候，其实就是泰式的风味特别的浓。你要看得出来，他的教练团队对他的赛前备战是非常充分的。对，就是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战术演练，很重的基辅啊，我们看到对，
打中那个心窝，就太阳神经丛那个地方。对，就一旦被击中的话，会闷一下，呼吸会受。但是像何老师刚才讲的，如果魏宁辉那拳再稍，这场谁获胜谁直接将会晋级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4强。啊，很正宗的泰式扫腿啊！而且我们看克雷格的这个腿的肌肉线条也是，很粗壮啊。对，维度非常大。对。其实那个小胖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克雷格上来就是很辣的中段扫，看来这家伙是下定了决心，要在这一个回合决出胜负。克雷格攻势猛烈，不断追着魏宁辉打。就在此时，魏宁辉突然打出他的左手拳，直接将克雷格击倒读秒了。裁判对其进行读秒。一个明显的漂亮的前手，小胖赖以成名的前手拳呐。比赛重启后，魏宁辉上来就是一个下劈腿，紧接着就是猛烈的拳法攻势，试图趁势追击结束比赛。但克雷格抗击打能力也很顽强，硬生生挺了过来。对，还被神经挡一下。克雷格恢复的又中了一下后手又是一次。那克雷格也还了一下后手迎击。后手钻进去，有了，平勾，有了，踢到身边组合，要把他防守打散。对，一定要把他报价给砸开。对方不停的中扫，对，撞，要找好机会打迎击，对，可以打斧了，对，腹部的空档很大了。随着比赛的深入，克雷格已经完全乱了章法，魏宁辉瞅准机会，再一次将克雷格击倒读秒。魏宁辉现在很稳健的，在没有更多的机会之前，也是一直在寻找这个空档啊。如果这局再出现一次的话，比赛就将结束。对，连续第一个回合里面读秒3次就直接判负了被。对，魏宁辉能不能有机会进4强。对，打散，对，把报价打开。比赛重启后，魏宁辉继续趁势追击，接连的重拳打得克雷格抬不起头来。紧接着，魏宁辉一记催泪重拳，再一次将克雷格击倒，疼得克雷格蹲在地上，眼泪直流。裁判赶忙叫停比赛。对，再来看看，击负，就这下，标志性的话音刚落，非常的明显。魏宁辉现在相对很沉稳一些了上勾拳也有。这个击负很痛啊！魏宁辉再次展现了他恐怖的催泪重拳，以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的胜利。大家喜不喜欢魏宁辉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中国巨人独闯美国拳坛，一拳竟然将对手的脖子都打断了，裁判吓得大惊失色，赶紧叫来医护人员急救，随后用担架抬走送医院。这位打断对手脖子的中国巨人，名字叫做董建军，绰号泰山。作为中国大级别选手，董建军是国内少有的在国际擂台上闯荡的中国选手。早期的董建军其实是一名篮球运动员，2米多的身高，却并没有给他的篮球职业生涯带来很大的优势。后来他又接触到搏击这一项运动，由于身高臂长的优势，再加之其毁灭性的恐怖重拳，董建军很快在职业擂台上闯出声名，并且随即开始征战国际擂台，许多国际名将都倒在了董建军的毁灭性重拳之下，这也将董建军推上了风口浪尖。西方的重量级选手全都对董建军虎视眈眈，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东方巨人在国际擂台上大杀四方，因此击败董建军成为了西方重量级选手的共识。董建军此次对阵美国壮汉托米·华盛顿，此前由于董建军已经 KO 了一位美国人，因此托米·华盛顿怀着为同胞复仇的心愿，赛前他也放出了狠话，自己将要1回合 KO 董建军，为自己的同胞雪耻，同时向世界证明在大级别这个领域，中国在世界上没有立足的位置。面对美国人嚣张狂妄的行径，董建军深感压力，因为这一战只能赢不能输，而且要赢得漂漂亮亮的，在国际擂台上打出中国的威风。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中国巨人董建军加油助威吧。比赛铃声敲响，董建军就利用自己的臂长优势对美国人步步紧逼。面对董建军的压迫，美国人虽然体型十分肥胖，但其闪躲的动作却十分灵活，左摇右闪，动作娴熟，看来这家伙并没有想象中的笨重。Work out there, guys. Work out. Wrestling coach. Work out. Let go. Sean.
Like you were there for his last fight where he was getting tagged early in the fight. And he was nailed with big overhand rights in the opening round of his last fight, and I think he was rocked by one of them. It took him about mayb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maybe at the midway through the third round for him to really find his rhythm, get his jab going, and finally impose that impressive physique on his journeyman opponent. He's facing another journeyman, a part-time fighter, as you noted, but Gauch is not a guy who lacks for any confidence, and I've actually seen some of his fights before. He has, despite that roly-poly mid. 董建军的臂展占据极大的优势，尽管美国人多次试图反击，但他根本无法靠近董建军，反而被董建军的重拳频频的命中面门，局面可谓十分的狼狈。Just go to throwdownfantasy.com/goldenboylive to score the fights, get some real-time fantasy scores. We'll show your scores during the fights. Gauch, a real likable, kind of affable personality. In this morning's fighter meeting, said he was not impressed with the Giant. Didn't like his technique, and he said he was slow. We'll see if he can take advantage of some of those defensive holes that he says he saw by looking at some of Taishan's previous pro bouts. Gauch is a wrestling coach at Hannibal LaGrange University, played college football at Culver Stockton in that area. He's just a small town kid, didn't really care much for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Take a step back, both of you. Dominic Breazeale, the Olympian heavyweight. Fought him a couple of years ago. But we mentioned he's a part-time fighter where he coaches wrestling, and then in the summers he comes out and just fights local fights, a club fighter. And he's coming off some inactivity. He actually broke his leg in a semi-pro football. Yeah, he's all over the place. Yeah,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Yeah. Taishan mentioned it working with Buddy McGirt. McGirt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it's a project. 就在比赛还有30秒结束的时候，董建军左手假动作，右手重拳突然打出，美国人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这一拳给击倒了，当时就身子发直，双眼翻白。裁判见状赶紧叫停了比赛。He's measuring him with his left, brings the right over, hit him right on the side of the head, maybe a little bit on the temple. We'll see from this perspective. Boom, yeah, right on the ear, maybe a little bit above the ear. 可此时的美国人躺在地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裁判赶紧对其进行查看，原来是董建军的拳头太重了，而且他这一拳直接打中了美国人的脖颈，导致美国人的脖颈断裂，医护人员紧急上台对其进行处理，并且立马送往医院急救。董建军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国人的力量，中国大级别也是可以在世界格斗之林占据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大家喜不喜欢董建军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在分数上指挥 KO， 这一下怎么？河北硬汉擂台上就像打了鸡血，一拳一腿干掉2位世界冠军。这位河北硬汉就是金刚韩文豹，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4岁开始习练武术，2016年成为70公斤级的新锐之星。他的打法凶悍，体能极强，永动机式的进攻让很多对手都吃不消。和他打过的对手内心总是很崩溃，即便不崩溃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一身的腱子肉给人感觉是铜墙铁壁之躯，任凭对手击打怎么也打不动打不透，反而背部熄火的韩文豹追着打，任何选手都害怕。碰到这种体能充沛的对手，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韩文豹的精彩表现吧。2017年1月13日，勇士的荣耀几元战，韩文豹对阵泰拳手提拉猜。提拉猜曾经获得泰国 TV3金腰带，职业战绩有200余场，经验老道，功力扎实，经验身高臂长都要优于韩文豹。好，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是红袍选手韩文豹对着来自比赛铃声响起，提拉猜率先发起攻击，面对实力不俗的强劲对手，韩文豹立马进行反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3回合的这个频率一般都是一样的。这个也是他的这个体能本身的储备量比较足，而且呢分配的也合理。韩文豹比较擅长于重击，但呢连击能力呢一般是。从肌肉维度上看，这个韩文豹的这个肌肉维度还是要这个大于提拉猜的。是的，提拉猜呢也是31岁啊，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最近才火起来啊。这位选手呢，这是 TV3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以这种控制型选手，后腿后手非常的重，而且整个的比赛节奏把控的很稳定。是。
两位选手呢都是这种稳健发挥型的选手。是的，这场比赛呢，你看体拉猜已经给了韩文豹2个后手，一个扫踢，韩文豹前摆，漂亮。连续的不断的输出。韩文豹眼神犀利且坚定，出招干净利落，永动机般缓步推进。提拉猜也不甘示弱，不断以势大力沉的中段扫，狠狠地砍在韩文豹的身上。韩文豹呢，今年是20岁，塞一下，身高1.75米。提拉猜呢，今年31岁，身高是1.74米。没错，而且提拉猜的这个搏击状态表现的保持比较好，一直的这个搏击状态都不错。提拉猜历史战绩240续战201胜39负，韩文豹呢是22战19胜3负。一如既往的泰国选手，如果到30岁还没有200个战绩，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提拉猜的后手和后腿扫踢呢非常强大，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控场能力非常强的一位选手。韩文豹呢，我在最早的时候，韩文豹比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位选手。韩文豹虽然冲得很猛，但看起来并不盲目。提拉猜的扫踢不断的砍向韩文豹的头部，而韩文豹的重拳多数打向对手的腹部。看提拉猜的这个节奏的这个缓急控制得很游刃有余。对，两位选手11岁的年龄差距啊，所以说呢，在体能上。在经验上，我们一会儿也看看双方呢是怎样的进行分配。提拉猜主要的就只有后手和后腿，他的前手当时并不集中。是，韩文豹目前能击中的也只有前手。看，又是前手。比赛临近尾声，提拉猜慢慢被韩文豹压制住了，随即展开了猛烈的拳法攻势，将提拉猜堵在围绳边一顿暴揍。扫踢。这个逐渐控制比赛节奏，逐渐增加自己的攻击密度。是，韩文豹这是前后手的一个连击，不错。前手拳，前手的平勾拳的有效率今天还是挺高的。在第一回合当中还是有几次有效的，看这个有一下后手拳。这是肖学志教练啊。比赛来到第2回合，韩文豹上来就是一套拳腿连攻，将提拉猜的身体都打晃了。等到提拉猜意图反击时，韩文豹早已撤出对手的攻击距离了，足以证明韩文豹不仅非常善于抓住进攻时机，反应也是相当的快。是想往对方的右侧，但是呢，现在这个虽然有这个意识，但是还没有完全进去。走的步子比较平稳，对，所以突发性不够，对方还是能意识到的，能有提前的防备量。对方的这个后手后腿的进攻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哦，这是硌到了啊！这个扫踢用胫骨砍对方的时候，如果对方用膝尖垫，非常疼的。肖学志教练要求这韩文豹要往前走，两个教练一个人关注脚步，一个人关注。韩文豹将提拉猜一次又一次的逼向绳脚，对着他的腹部不断的进行砸击。虽然提拉猜还在硬扛，但从他下意识的退缩，还是能看出来韩文豹的重拳对其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双方差距越来越明显了。韩文豹有点这个等着对方出一个重击，我再反击这样的一个节奏。对，对方出了一重击之后呢，这个可能想利用这个攻击之后的这个空当，然后再给对方的施以打击。是提拉猜本人的进攻方式呢，就是这种舒缓有余的这样的方式，后手点一下走，后腿扫一下走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又从这个角度离开了，韩文豹很难把这个选手直接逼在龙角。对，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擂台又是个六角形，这个角度比较大。现在这个韩文豹来说呢，他这整个这个攻击的状态啊，
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打开后直后摆。感觉对提拉猜的伤害不明显啊，感觉这拳挺有劲儿的。是。韩文豹一次次重击砸中，提拉猜只是被动的躲闪和推开韩文豹。终于在韩文豹的连续重击下，对手被砸倒在地。韩文豹自信地走向另一边，等待着裁判的读秒。可提拉猜是完全不行了，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直至裁判读完秒，对手依旧痛得站不起来。裁判见状终止了这一场比赛。韩文豹以一场 KO 大胜，让拳迷们见识到了这位小将不凡的潜力。2019年6月24日，勇士的荣耀信一战，韩文豹对阵安东尼加泽尔。安东尼加泽尔体格健壮，肌肉发达，身体素质非常优秀，历史战绩29战20胜9负4次 KO。2013年法国自由搏击冠军，2013年法国泰拳冠军，2016年 WBC 欧洲泰拳冠军，2017年 WPMF 欧洲泰拳冠军，这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泰拳王。29场的比赛经验，却已获得4个国际冠军头衔，着实了不得。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韩文豹。比赛铃声敲响，面对4个冠军头衔的安东尼，韩文豹丝毫不怯场，反而主动朝着安东尼发起了猛烈的拳腿攻势。来不及反应的安东尼，直接被韩文豹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泰国和法国2个地方进行训练。经常打这个5回合的比赛。身体素质很好，其实2个人都是这样，有点像。这个就是看谁能不能把对方的这个体能打开一个豁口。韩豹在之前我们一直说他是拥有很好的体能，但不拥有变化多的重击。直到在上几次的表现呢，韩豹在慢慢的提高以后呢，终结率也上来了。去年还用顶膝 KO 过对手。哇！冷快啊！对。看韩豹的这个身材就是。安东尼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很快就将自己的状态调整了过来。他且战且退，在围绳边谨慎应对，试图凭借正蹬低扫控制距离。但韩文豹犹如永动机般的攻势，让安东尼疲于应对。当比赛进行到回合中段，韩文豹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安东尼虽然也有扫腿反击，但从其略显慌乱的眼神当中，也能看出他的力不从心。他难以想象到，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中国小将，竟能够组织起如此凶猛的攻势。是，韩豹的右臂已经被踢得红肿了，包括后面的这个肌肉部分啊，这个要小心，有可能打到第3回合，韩豹的右手会有影响。对，现在其实韩豹，我们看他倒是很主动的想往里压，想要控制，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这个进攻的办法，反而倒是加泽尔，又冷又快，像毒蛇一样啪一下啪一下。虽然他这个整个的打法并不是说像刺客一样的，但他最终的取得结果是这样的，就是你往里压，你来，然后我找这个机会他给你一下，找这个机会他给你一下。韩豹的右手我很担心，这个扫踢腿在屏幕镜头上看着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在现场在我们眼前的时候，韩豹这个肿起来了已经啊，右臂。这本身右臂是他的一个重拳臂啊，对，这个一定会影响后面。是的，就相当于两次战舰这巡逻。韩文豹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但安东尼的扫腿也极具威胁，韩文豹的手臂也被其踢得一片红肿。即便如此，韩文豹猛烈的进攻态势也是打得安东尼毫无招架之力。韩豹本来想靠着自己的身体就是硬吃对手，就没想到对方这个硬度包括打击力度更好。但是这个计划可能是制定错了，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顺利。是。好，现在呢第2回合，我们来看看韩文豹在这一回合当中呢整个的战术呢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一般来说，韩文豹对自己的体能和比赛来到第2回合之后，韩文豹继续保持碾压之势，接连不断的拳腿攻势朝着安东尼呼啸而去。安东尼疲于招架，只能且战且退，靠在围绳边上进行反击。你知道想起来有哪一句？韩文豹这个自己的这个共产能力和的体力，就是那一句，就是我也想低调啊，但是实力不允许啊。这个反架以后，对方的这个后腿扫踢，大量的命中韩文豹的这个右手躯干，我们看现在已经完全肿起来了。安东尼加泽尔只能选择这个边推边打的这样的方式，左右移动啊，进攻移动，进攻移动。因为在站桩上跟韩文豹对攻，无疑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这绝对是啊。而现在你看加泽尔，他在这个臂展上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身高2个人差不多，差3厘米，但是呢，加泽尔的臂展是1.84米，韩文豹臂展1.73米，是，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来回移动，然后当比赛进行到1分38秒的时候，韩文豹的扫踢再次立功，安东尼在挨了这一脚之后，腿部终于承受不住了，踉踉跄跄的在擂台来回走动，试图缓解腿部的疼痛。不差气儿。这个我们来看看他短时间内。但是由于持续受到韩文豹扫踢的伤害，安东尼最终难以承受，他在围绳上摆摆手示意不打了。韩文豹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大家喜不喜欢韩文豹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